早上好，我们这里你看，早上起来很多的雾啊。今年的天气与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雨水特别重。你看现在雾蒙蒙啊。等一下我坐下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话题，我就坐在这里。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又坐在我家楼顶了。原来我们这里夏天一般都是旱季，但是呢，今年的雨水特别重。比如说，你看，到处都是雾蒙蒙的，对不对？一般要到早上10点钟左右，这个雾气才散掉。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有一种雾蒙蒙那种朦胧的美。我就回忆一下，我看见上期节目有的朋友说，从东北来我们这里养老。我说实话呀，如果你适应了东北那种极寒的气候，我认为你很难适应这种南方，特别是我们两广啊、海南这种特别湿润的，甚至呢夏天是那种热带的气候，这个湿度非常高。然后呢，我们这里冬天因为没有暖气，大概有1个月、2个月左右，我认为特别冷。比如说最低气温，就是极端最低气温可能会达到1、2度，就零上1、2度左右。我认为是非常不舒服的，因为没有暖气嘛。当然，在房间里面你可以开空调呀，或者开一个电暖气啊，但是那种暖和东北那种暖气片里面出那个暖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南方这房间里面啊，你即使开了暖气，它的气温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认为啊，北方的人，特别是东北的人，应该可能不太习惯南方这种冬天，然后夏天又特别热。虽然我觉得我们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但是我认为啊，不是特别适合养老。比较适合养老可能是云贵高原，就是云南、贵州，因为那里海拔有1000多米，所以呢夏天不是特别热，相当于德国那种夏天的气温。好，我想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朋友问我，知不知道德国昨天发生或是前天发生一件很奇葩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个伊朗的男的，好像有的中文报道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中文报道是德国有个男的被另外一群男的相当于强暴了，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我真的去看了德国的报道，这件事情啊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呢，当时我在回复的时候就说了，我说像这样的事情在德国极不平常，一般不会发生。我来说说为什么不会发生。一般啊，因为不管是在德国一个群体啊强奸另外一个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一般都会与难民有关系，或者其他外国的移民。德国人本国的男人一般不会这样啊。我只能说，这种概率非常非常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德国这个社会相对来说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另外呢，现在各种各样的那个网上的，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约炮的软件也很多，很成熟。所以说，如果你想有某种体验，其实你在网上去找就可以了，根本没必要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去干那种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说这很不可能。但是呢，为什么发生在德国？后来呢，德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是一个伊朗反对派的一个人，也就是他是反对伊朗政府的，到德国寻求难民身份，就是在德国报难民了。然后呢，大概是有6个人，6个男的，从26岁到46岁不等。他们呢，在一天晚上，就在一个德国小城，也是我们那个州的一个小城，老是发生在我们州一些事情啊，叫北威州，在一个小城，半夜左右吧，晚上11点多，这群男的呢，把那个伊朗反对派那个人寻求政治避难那个人，把他呢弄到一个废弃的工厂的厂房里面，然后呢对他实施群体的那个性侵。路人听见了，因为那个人老是喊叫啊，就是被强奸那个老是喊叫，所以呢，那个路人报警，报警以后呢，警察就来了。因为那些人听到那个报警来了之后呢，那警车的声音，这群人就做鸟兽散，跑到附近的那个树林啊、森林里面去。然后呢，警方用直升机啊、什么夜视仪等等，
把这几个人，其中4个人抓住了。这4个人后来供认，他们是从荷兰还是从丹麦过来的，他们分别有荷兰籍还有丹麦籍，但是他们是伊朗裔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就是在伊朗出生长大，后来呢以某种原因到那个荷兰啊，或者是到丹麦去的。听说就那个德国媒体报道，他们这一群人，这6个人是忠于伊朗政府的，所以相当于伊朗的内政现在呢延伸到了欧洲，延伸到了德国。然后德国媒体说，伊朗现在这个政府，他们经常呢用性暴力，相当于一种用性当做一种武器来惩罚，比如说对那个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人。这是德国媒体报道啊，不是我说的啊。不管是受害方还是肇事方，都是伊朗人，不是德国人。所以这认证了我第一时间我的预感，我说不太可能是德国人。因为有的网友认为啊，现在你看在德国发生了这样群体性的男的强奸男的这个事件，这德国是不是太变态了？或者德国现在太乱了，不安全了？发生这样的事件啊，我觉得非常遗憾。不过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只要你是比如说是正常的游客啊，到那里出差，发生这样的几率几乎可以说为零。即使是你再英俊的男的，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这种概率真的非常非常小，可能比你买那个6合彩或那个大奖的机会还要小得多。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这种事情啊，一般来说在德国不会发生啊。但到底是不是伊朗政府派什么人到那个地方惩罚他们那个反政府的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只是他们这些相当于加害者，他是这样供出来的啊。好，今天我想说的第3点就是呢，在德国，今天是9月11号，对不对？911，哎呦，我差点忘了这个日期了啊。昨天是910，第一件事情呢与中国没有关系，那就是苹果16，昨天呢发布会举行了啊。我当然是关心关于德国的东西，对吧？苹果16大家知道吗？其实它从技术方面没有很多的更新，当然有一些升级了，比如说那个什么相机的光圈可能更大了啊，还有则是大突出大，一个是光圈大，一个是苹果16的屏幕，比如说苹果16 Pro Max， 它的屏幕是6.9英寸，差不多7英寸了，是巨屏手机了啊。CPU 它也升级了，就跳了一级，升到了什么18。总体来说啊，德国网友也吐槽说，现在苹果怎么了？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啊。但是它的价格可不低啊，我看了德国的价格，顶配就是苹果16 Pro Max 是1TG 的那个内存啊，现在是差不多2000欧元。2000欧元是多少呢？15000多块钱。很多德国人自己说，他们现在说买不起了。因为2000欧元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是很多很多钱了。如果不是分期付款的话，就是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出2000块的德国人，应该有很多人呢拿不出来。所以呢，很多人说现在苹果变得我们想买也买不起了。这是其一啊，没有新意，就是好像每一次苹果所谓的升级，就是一点点的，没有大面积的那个革新或者创新没有了。另外，与苹果同样时间同一天，在中国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华为。华为这次啊亮点啊，我开始啊我没有关心啊，后来有的网友提醒我说，现在华为你看推出了世界首款3折手机，我看了之后，我真的心动了，因为我原来对2折手机不置可否吧，我觉得不是特别适用，因为你即使打开了啊，2折打开，它就是一个四方的一个豆腐一样，对吧？就四方形的一样，差点像正方形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看那个视频，其实那个横的视频没有大多少，对不对？竖的呢也没有大多少，因为它的那个高啊是一样的，对不对？它只不过是展开的话，横的双倍了一样。但是竖屏的手机它没有放大多少，横的也没有放大多少，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啊，不是特别的适用。
另外我试了一下那个2折的那个 X2，我发现呢，它那个打开内屏的时候，它没有前置摄像头，这点我觉得不是特别适用。因为你用来办公的话，你跟对方做视频那个通话，内屏啊是没有摄像头的啊，也就是说你跟某人视频通话，你必须要用那个外屏，然后外屏就是直的或者是横的，特别特别的小，屏幕特别小，我认为呢特别不适用。本来我想买的，后来我拿到手上之后体验了一下，我觉得不太适用。然后呢，昨天推出了3折，哎呦，我看了之后让我真的眼前一亮，从来没有想到过一款那个折叠手机那么让人心动，我真的特别特别心动。我看了之后，可惜呢，我看了价格之后，24000块钱顶配啊，256G 要2万块，19999，就相当于2万了。512G 多加2000块，相当于2万2，最顶配的是2万4，大概是3000欧元多一点点了，超过3000欧元。你看，苹果是2000，这个华为3折的手机叫非凡大师，哎呦，这个价格也是喜人啊！我相信啊，对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这个价格肯定是超贵的。但即使这样，中国有14亿人，对吧？有钱的人也不少，所以呢，第一时间就有超过400万台预订量，因为它是9月20号才开售，现在可以预订，开放预订了。现在到9月20号，肯定可能再加400万也不过分，也许全部的预订1000万也不一定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我其实是很节俭的人，但是我就看着特别特别心动。如果我有那个钱，我肯定会买。再等半年看看，可能会降好几千块钱呢。真的，这个我看了特别心动，因为它不仅那个它的折叠啊，它3折，你看对吧？它是相当于竖的时候可以用，对不对？它是6.4寸的，然后2折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这点我觉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3折的时候就是一个平板，这平板呢是10.2寸。我们看看以前很多平板觉得10.2寸就很大很大了，对吧？现在一个手机，它展开以后就10.2寸，它是超薄超薄的啊，最薄好像是3.6毫米，它全部合起来最厚的时候是应该是1.36公分，对不对？13.6毫米，已经是非常非常薄了啊！做到那么薄，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认为绝对是创新，目前也是世界首款。所以呢，有的网友我也看了德国有网友关注了这条消息啊，有的德国网友说，你看，自从那个三星是 Flip 多少啊？Flip 那个2还是4之后，到时候三星好像就睡觉了一样，睡着了，没有任何创新了。反而是人家华为，你看这真的是世界首创啊！然后有的德国网友说啊，如果我有钱，我肯定会买。虽然是鸿蒙系统，真的这款我相信啊，任何一个人只要是他对技术稍微有一点点感兴趣，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折叠手机绝对漂亮，因为它真的不像那个2折的刚才我说了啊，就是很多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3折，它主要是3种模式都可以使用，一个是当手机，就是1折的时候一个手机，对吧？然后呢，2折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的平板，我觉得这种也不错。但是3折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平板，是大屏幕的平板，真是太好用了。特别是你看你的你的股市行情啊，你看左边你的股市那个股价，对吧？右边是那个图的走势。或者，特别是在高铁上面你要办公的时候，你看一个 PPT 的什么图啊，或者是 PDF 的图，或者看一个什么文件，我觉得也非常适合眼睛啊，这个大小。所以啊，我刚才说了，如果我有那个钱，有24000块钱，我肯定是义无反顾的，马上就会下单买。听说现在要抢啊，400万，不知道9月20号那天是不是全部400万台？到现在为止可能不止400万台了。能够全部出货，我觉得要打个问号，因为这个太多了。德国网友就说了，你看，同一天华为手机它也发布这个超大这个消息啊，相当于抢了苹果的风头。因为
一般是这种技术发烧友，他绝对会关注这华为这3者手机的，因为是世界首创啊。所以真正在搞创新的确实是华为，而不是苹果。本期节目我还想讲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前段时间前几天嘛，我在网上不小心刷到一个视频，应该是美国的某一位华人，或是在美国的某一位持中国护照的人，他回国了1个月，说了对这回国1个月的感受。我认为可能是华人吧，就是可能拿了美国护照的人。他说他7年没有回中国了，他这感触特别深。当然，第一个正面的，他就说国内的变化特别大，但是接下来就几乎是抱怨的了。抱怨的第一点就是国内的高铁，虽然呢很多高铁，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亏本的，赚钱的只有少数几条线路。就他的那个说话的语气，就和很多恨国党或者是反华的那种国外媒体差不多，就说中国的高铁没用，因为反正都是很多的那个亏本的线路，就是这种投资很不值得。但是他没有想到，为什么还要大力去发展中国高铁呢？因为间接的，不管是对经济做出的贡献，还有对各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如说科技创新，对吧？这工业的升级等等，间接的这种带来的效应，对不对？在经济方面，你看一个人，就像以我为例吧，从深圳啊回到我的老家，现在坐高铁2个半小时。回想一下，还没有高铁的时候，10年前至少要10几个小时，因为那时可能应该连到我们老家高速公路还没有，要走那种很多那个弯曲那种路啊，就是一趟可能要10几个小时。而现在就是2个半小时。我以前去广州，还没有高铁的时候，我要先坐3个小时大巴到桂林，再转火车。火车当时是西法招致的，要15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我从我的老家出门，到达广州火车站，大概要20个小时左右。而现在从广州回到我的老家，2个小时。你看这节约这时间成本。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会创造多少的这个经济价值，对不对？可以把节约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啊，然后呢，带动整个人员的流动，还有带动整个物流等等。我觉得这些看不见的，某些人不愿意看见这种带来的间接效应，这点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全国有千万同样的例子。所以从这点来说啊，这高铁虽然亏本，但是肯定是值得的。这肯定要比如说像美国啊，像欧洲给他们的公民发所谓的福利，或者像德国给难民发所谓的福利带来的效应要好得多。像美国发出去的钱，可能很多情况下连打水漂都不打，因为你发给那些人，他们拿去干嘛了？买毒品去了，买酒喝去了，或者是买枪支了，biu 了，这些都是他们福利带来的间接效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所谓美国华人回国抱怨说中国高铁是亏本了，怎么样不值得。还有第二个，我最不认可的是第2点，他说回到中国啊，最不习惯就是到处没有冰水。他说餐馆没有冰水，火车高铁上也没有冰水。尽管我说我们需要冰水，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提供。我心里想，你这个美籍华人回到中国，你有多高级吗？美国这个生活习惯，你不可能升班到中国去，对不对？或者升班回中国来。中国我们知道啊，没有喝冰水的习惯，对不对？而是有喝开水的习惯。你不可能在没有这个饮食习惯的地方，你要求，就像你去一家，比如说一家普通的餐馆，你一个中国人，然后你问有没有刀叉给我，是不是觉得特别突兀，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习惯，也不是中国饮食习惯嘛，对吧？你问他要开水，肯定是我觉得很正常，但是问他要冰水，绝对是变态的人。我在德国生活，我知道德国是喜欢喝冰水的，跟那个美国一样，但是我不会抱怨。比如说我到德国或到美国一家餐馆请问你们有没有开水啊？我不会这样问吧，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那个饮食习惯跟中国不一样。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华人，他就是不安好心，就是为了抱怨而抱怨。我觉得太放肆了，这种人，这种就是高华心理啊。像这种人，我觉得少回中国更好。然后第三点，他说，7年了才又次回到中国，但是很多方面依然没有改变。一个是随地吐痰的人很多，另外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特别多。反正我回国，这2点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改善。比如说这个随地吐痰，也许我一般是生活在南方，没有生活在北方。我只是读书的时候生活在北方，确实当年我见到有不少人吐痰，但是我上几次经过北方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很多人吐痰呢。特别是在我们南方，我可以告诉大家，至少我们广西这里啊，我几乎没有见到吐痰的人，真的几乎没有见到。所以你说中国人喜欢吐痰，我是不同意的啊。因为中国很大，我见到的这个中国就是吐痰人很少的地方。广西、广东这边就没有吐痰，或者吐痰的可能很少，反正我没有见到啊。这次我回来几天了，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吐痰，所以这点我是要否定的啊。第二点，说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呢，我认为跟那个人所说的7年前变化肯定很大，改进肯定很大。至少现在在我老家见到的那么一个落后的地方，红绿灯开车的司机肯定会遵守，偶尔有不遵守的，可能就是开电瓶车的那些人。但是像这种情况现在也非常少。一般中国内地的红绿灯它都有秒的，对不对？还有几秒的时候就变绿了。一般抢那个绿灯的是骑电瓶车的人，大概还有3秒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就开动了。到出发的时候可能刚差1秒左右，我觉得抢这1秒，我认为啊可以接受，我可以忍受。但是这不能说不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另外我发现很乱，这肯定是很乱，要比如说在美国还有比德国乱，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比20年前好太多了，对不对？至少现在有这个红绿灯，基本上都去遵守。而且我还在我们县城我观察了啊，就是红灯的时候，现在行人闯红灯的要比原来少很多，这难道不是进步吗？我发现有的人，海外的某些人啊，他们态度不端正的人，他们回国来啊，他总是想发现他们觉得中国不好的地方，以一个显微镜、放大镜来发现中国不好的地方，然后发现一点之后呢，就大张旗鼓的说：“你看，中国还是那样，一点没有改变。”我就发现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从中国这所谓的负面来给自己当年出国来找一个借口，就觉得啊，我当年出国是对的。你看中国现在还那么糟糕，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找个借口来安慰自己。另外呢，还有第4点，这个海外高华，他说回来看见他的发小啊，他原来同学，很多人物质方面来说，他们其实啊，他们改变很多。比如说他们可能有2套房子啊，然后又转折，但是他说每个人都抱怨现在国内压力大，就业压力很大，生意难做等等。他还说他的很多朋友是中产阶级，纷纷现在打听怎么样移民到美国去，甚至有的想走线去美国。然后呢，这位高华说，他说现在呢去美国生存呢也非常困难，因为现在美国你说去做生意嘛，去赚钱其实不容易，所以呢他也不建议他原来那些同学朋友啊发小现在贸然的移民或者是走线去美国。如果走线去美国之后，反而可能生活水平啊会下降等等，这点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诚实的。确实啊，如果你在中国国内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不管是移民到德国还是移民到美国，绝对对你来说生活水平要下降 N 个台阶。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位海外高华，美国的高华，他还没有提到，就是美国的社会越来越仇华。对在美国的亚裔，特别是看上去脸像东亚的人来说，我认为啊，这风险越来越大，就是个人安全得不到保障。一个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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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支，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是仇华，这种整个社会风气越来越严重。所以说，
叫我啊移民去美国去，我肯定不去的，而且我不用移民，我已经去过美国 N 次了，我想黑下来绝对可以，但是呢，我不想，就因为呢，我觉得美国并不是很多人想象那种天堂，而是美国呢，富的非常富，可以享受很多美国所谓的好的方面，但是穷人也特别多。否则，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在美国街头有看不到头的帐篷城呢？有看不到头的那些无家可归那些人的什么床垫呀，或者纸板呀等等？而且，在美国，作为一个无家可归者，有一顶帐篷就是豪华的配置，就相当于一个人，比如说在中国有一栋豪华别墅一样，这毫不夸张啊。所以我想说啊，对那些已经移居海外的人，如果你回到中国，老是想找中国不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必要回来。因为如果那个人看不到中国一点变化的人，我认为啊，这个人的心态绝对是非常歪的。做一个正常人，只要你出国，即使你只是出国5年，你再回到中国来，绝对会发现中国的变化很大。比如说5年前和现在，你觉得中国的电动车没有增加多少吗？绝对增加了很多，对不对？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呀。所以啊，那些人总是把中国负面的东西无限的放大，然后呢，中国进步的地方无视。这种人，我觉得他们的心术真的大大的坏。你们不回到中国，或者不来到中国，我认为更好一点，就待在你们的信息茧房里面去自我陶醉吧。好吧，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反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移居德国的华人，我是看得见中国变化的，因为我每年都回来，而且从我出国到现在为止30年，我除了求学期间有3年没有回过中国之外，其他时间我每年都回到中国来。我有对比啊，对比30年后的德国，还有对比30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中国的变化真的是翻天地覆，毫不夸张。但是有的人就是看不见中国的进步，我真的不理解。所以刚才说了，这些人你不回到中国来，中国又不缺你们，对不对？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好吧，请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期见，拜拜。